王一博的语言能力比较厉害，是啊，确实让我们的那个语言老师和最后这个都非常惊讶，因为他学了上海话，学了日语。我呢都是在现场我写台词，对于那些上海对白也好，对于那些日语对白也好，他其实他是没有准备时间的，都是到现场。他到现场的时候，化妆的时候，我还在趴在那写对白呢，然后直接给他，然后我们现场的台词老师就教他说，最后效果都还很理想。那我这是啥？你还真问我？杠了，难弄呗。我想问一下，那一场就是在谈到您想和方小姐好好谈一场的时候，是真的想告诉她您的卧底身份吗？因为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弥补很多意难平。其实应该是犹豫跟隐忍吧，可能真的从内心出发，还是希望好好谈一次，但是又没有办法说出内心想说出的话跟真实的身份，是一种隐忍吧。最后那一场戏在香港，佛堂，杨生摸着他的肩膀，他的眼泪流出来的时候，陈导当时是要求您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去演这场戏？谢谢。对这场戏，我其实没有提太多的要求，我是让他自己走走看，对，然后就是呈现给大家，就是现在这样。一博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场戏就是很复杂嘛，经历了前面那么多的事情，然后到了一个香港，然后又是自己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嘛。可能就像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兄弟一样，或者说是年纪比我大的一个好哥哥一样。当然在回头之前，在他等他开枪之前，肯定是不希望这个事实是真的，对，还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是同时举起来的，我就想说，这个是有刻意的，还是就是两个人的默契啊？确实就是词儿说完之后，然后导演也没有再喊卡嘛，然后就是真的是一个默契吧，然后就一起看手表了。如一博刚才所说，我在现场喊停，确实我总是很晚的，因为我很贪婪，我希望看看我如果不喊停，他们还会怎么再演下去。其实他们把对白已经说完了，然后我还没有喊停，我想看看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会不会有超出我们剧本设定的某种表现，因为现场常常会这样。结果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一起看了手表，然后我们在后期剪接的时候，我们在他们看手表的同时，加入了一个电话铃的响声，而这个电话铃是一直延续下去的，直到观众发现是谁接的这个电话，而这个电话是电影中整部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个电话。是非常想问一下叶先生，就是在电影中我们能够看到您对王传君老师这个角色应该是有非常大的怎么说心理活动的，包括比如说你在那个外面跟他对峙的那场戏，你把你的后背放入给他，然后我觉得当时你是不是比如说还是想相信他，或者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他跟你还是有点决裂了。包括最后你去到香港，去他父母的店里吃他喜欢的醉虾那个场景，让我感觉到您对王传君老师这个角色应该有很深的一个感情，比较的复杂。想问一下叶先生本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吃的那个饭店，从角色上来讲，确实叶先生是不知道，对。然后至于说你说背后留给他，你的这种猜想也是对的，谢谢。谢谢，已经自己找到答案了。王一博在无名中对角色细节的塑造，王老师他就真的勒他脖子，他得真的甩完之后还挺帅的，就啪拍了人家一把，自己还啪啪衣服。我当时想，哇，一博这个他自己把自己打进
进去了，已经完全进入了那个语境中了，就特别厉害。还为角色设计了领带上的小细节。到服装说，一博啊自己要求把这个别针拿掉了，因为他设计了一个这个领带跳跃出来之后，最后一个动作他又把这个领带蹬回去。我当时觉得哇，太欣慰了，因为一博从剧组，然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拍摄，他已经对电影表演有了完全重新的认知，他在自己设计符合他的人物，这是很重要的。他那场打戏我是很欣慰啊，那是一个长镜头，他整个那场打戏是没有切开的，一镜到底，一镜到底的。这场我们打了1个礼拜，他大概一共拍了35条左右。但虽然很抱歉啊，我们用的是倒数第2条，所以让你多打了1条。这个，他跟武行的兄弟都会把体力透支到极限，最多的一晚拍了5条，偶尔有时候太累了，我们会拍4条。其实他手都会破的，哎呦，他只要一打手就会破，整个这个前面这些都是的皮肤会破，因为这个是难免的，对，但他都能坚持。